大家好，我是邵医生。2022年投资股票的人有什么下场？美股从去年1月份开始下跌，跌了27%，100万就没了27万了。我说的是整个大盘。如果你买入的是一只股票，你眼光稍微差一点，比如说之前我告诉大家不要碰的阿里巴巴，它美股从20年的300多美金跌到了22年的70多，你就没了77%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跟大多数的新手一样，炒股从你买入的那一刻就只能看涨股票，如果下跌你不懂做空股票，你只能祈祷什么都做不了的话，你就是跟趋势作对，那么你的结果不是亏损就是套牢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不能炒波幅，在反弹之前买入股票，然后在最高点卖出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你懂得炒波幅，你肯定就是个高手，那你干嘛看涨？看跌的话赚更多啊，对吧？而这些今天都不关你的事，因为如果你已经被套牢了、亏损了，甚至你打算在2023年入手股票基金，那么我奉劝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。我告诉你，亏钱是最赚的，因为赚钱的方法有无数种，但亏钱的方法只有几种。如果你现在把所有的错都犯完了，那么你以后至少也是个百万富翁了。我说的是美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需要把以前投资的习惯完全反过来就好了，听懂了吗？错的反过来就是对的，但大部分人犯的错还会继续的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眼里只看到钱，他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，他们不会去想自己这么干后果是什么。其实我只需要问一个问题，97%炒股的人都回答不了我。今天你买入一只股票，明天一开盘直接下跌了10%，那你怎么办？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思考过，你没有一个买卖的原则，你单纯看运气，赚钱就呐喊，认为自己是股神，亏钱就骂天骂地，怪政府怪经济，那么我只能告诉你，如果你会投资一辈子，你一辈子都只能是在亏钱这条路上不断轮回，因为这种人只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动物而已。而如果你2023年不想再轮回了，你不但要每个字认真的听，你听不懂的话还要不断的重播。原因很简单，免费的。我把大部分股市亏钱的坑都总结出来了，那你就可以以此为鉴。你看得见这些陷阱，你绕开了就好了，好吗？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这一年无论怎么样都过去了，将来我还是会陪着你。我相信我频道这么多的兄弟姐妹都可以财富自由，你也可以，好吗？为自己点个赞，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真的你要去行动。如果你以前看我的影片只懂得呼吸，听完就算，不去听话行动，你不会有任何改变的，那很正常的。记着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，你可以跟其他4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好，第一件事，如果你拿着100万美金，现在有2个基金经理，一个叫大熊，他第一年可以帮你赚100%，第二年呢，他会亏50%，然后第3年呢，他又赚了100%，第4年呢，他又亏了50%。也就是说，他赚的话就赚100%，亏的话就亏50%而已。OK， 那现在另一个叫做胖虎的基金经理，他第一年赚8%，第二年呢又赚8%，第3年、第4年呢也只是赚8%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只有100万，你一定要在这2个人里面找一个人来投，你会去投哪一个人呢？现在就留言告诉我，因为这直接判断出来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段位。先说结果，如果你投资的4年里面有2年都是赚钱的大熊呢，一定要给自己鼓掌，太棒了！因为你这4年里面1分钱都赚不到，还亏了手续费、通胀和时间。而选择了每年只赚8%的胖虎，你们4年起码赚到了36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赚多亏少的大熊最后反而是没有赚钱呢？如果你2023要买股票，第一件事记着，就是如果你亏了50%的情况下，你要赚100%才能回本啊！你100万跌了50万，你就是跌了50%，而你50万要赚回去100万，你要有100%的投资回报率，你才能赚回去啊！大家一定要变通这个逻辑啊！就是说，如果你跌了50%，你要涨100%才能回本；如果你跌了40%，就需要涨66.67%才能回本；如果你跌了30%，就需要涨42.86%才能回本了。那么大盘今年跌了差不多30%，大部分人就要有40%多的回报才能回本了。我说的只是回本解套，还没有开始赚钱呢。
就是说你第一年解套了，你也是输了1年。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你觉得找一只股票跌50%容易呢，还是赚100%容易呢？一年能涨100%的股票呢，就算是在牛市也不多的。而一年跌50%的股票呢，你随便一抓一大把的。很简单，一家公司倒闭容易一点，还是赚钱容易一点呢？对吧？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：如果你想要长期跑赢市场的话，不是看你赚多少，而是看你能不能控制你亏了多少。为什么巴菲特这么厉害？很多人说他老了、废了、赚不到钱了，甚至笑他之前亏钱了。但你知道吗？对于专业玩股票的人来说，亏钱是无所谓的。因为此刻虽然说我亏钱了，但我及时止损了，我知道自己最多能接受亏多少，我能控制自己亏多少。今天我只需要把我亏损控制在10%里面，明天大牛市的时候，我随便找一只赚30-40%的股票也不难嘛，对吧？我玩的是一个终身的游戏，我不是说只玩一次。如果我只玩一次的话，这次输了就真的没机会了，那我确实会很放在心里，我的得失心确实会很重。但不是嘛？只要我输一点点，我知道自己看错了趋势，看错了方向 ，OK， 我认了。下一次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很轻松的把亏的赚回来。但如果你不去认这个错，就好像阿里巴巴一样，明明说是个大公司，但现在跌了10%、20%、50%都没有反弹，那你存了一辈子的钱都 all in 进去了，你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玩这个股票游戏了。甚至有的人连生命这个游戏都玩不了了，听懂了吗？而第二件事，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你一定要知道，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统计。如果当你亏了钱的时候，当你被套牢的时候，你再买一只股票的话，你会倾向于买高风险的还是买低风险的呢？什么叫做高风险和低风险？就是你看见以前会涨很多，同时也会跌很多的股票，比如说就是阿里巴巴这种科技股，这叫高风险。那低风险就相反，比如说银行股，那么你会买什么？你觉得大多数人会选择高风险还是低风险？留言告诉我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统计学啊，就是说当资金被套牢的时候，这人呢都喜欢去买高风险的东西。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呢，没有问题的，你就理解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人。那如果你还是不理解的话，你反过来思考，当你已经赚了很多钱的时候，你会倾向于买高风险的东西再去搏一搏，还是拿了钱回家买几套房收租就算了，对吧？以前我跟一个基金经理，也就是操盘手金融巨鳄示范学习和交流过，就是大家今天玩股票的看完这一段，你不看后面了，你都已经可以收获满满了。记着，当每个人已经被深深套牢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倾向于买高风险的东西。你基于这个理论，你就一定要反过来，这市场本质上有95%的人都是乌合之众，就是95%的人都是反向的指标。这世界也一样，95%的人也是穷人。我不是看不起这些人，只是我不想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，所以他们做什么买什么，我永远都会跟他们唱反调。所以我的财富没有停止过1秒的倍增。本质上来说，我们不需要水平有多高，我们只需要跑赢这95%的乌合之众就可以了。你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能理解，当大家都亏了钱的时候，本质上就会去买高风险的股票。这时候每个人都买的股票，反而他就赚不到钱，这大家能理解吧？大家通常都会认为高风险高收益，低风险低收益，大家会不会这么想呢？当你在熊市的时候，这个高风险的股票，它不但会低回报，而且它依然还是高风险的股票，并不会变成低风险的。反而低风险的股票，它会变成高回报，但还是低风险。如果熊市你依然还是要买股票的话，就要买这种，你会发现这种股票反而会跑赢大市。这个能听懂吗？这个我真的很有自信，你听懂了一定会有收获，因为真的很重要。2023年想要发财吗？我告诉你，2023和未来10年最赚钱的资产不是股票，甚至房子，而是你的粉丝。全 YouTube 用户25亿人，别人花1块钱买你的产品，恭喜你就有25亿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！自媒体是当下最大的财富风口，就算在座的你也在看 YouTube， 对吧？现在每个人没事干就会打开 YouTube， 那么你还在当观众的时候，为什么有些人却天天去拍影片呢？
一件事如果赚不到钱，是没有人会持续干的，能不能听懂啊？有些人说扫地僧那是帅哥美女干的事啊，我已经被社会摧残了，这关我什么事啊？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有一天我看见一个85岁老奶奶，满头白发的，也在拍影片，就说她以前的故事，结果她月赚5位数美金。后来我发现不单单这么做，有一个和尚穿了袈裟也在拍影片，他说以前的善男子善女子都在寺院里面听法，所以我就在寺院里面说法。现在善男子善女子都在 YouTube， 我在寺院里面度不了他们，所以我就在 YouTube 说法。我听他讲的特别有道理，结果他每部影片几乎都几十万人看。我后来才发现，现在明星都不拍戏了，都去拍 YouTube 了，因为 YouTube 变现的方式比他拍一部电视剧来得更快啊！我想告诉各位，在全世界经济最差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弟子却年赚7位数美金。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实体生意的人都活不下去了吗？因为他们全靠线下，而这段时间大家不出去消费，他们的生意就全死了。房租不要钱吗？员工不要钱吗？进货等等的不要钱吗？都是成本啊！所以普通人想要赚钱，就必须要在网上做生意，就必须要在网上零成本的建立一个24小时自动化为我们赚钱的个人品牌。那一个素人怎么做呢？我不懂创业、营销、吸粉什么的，也可以做吗？我没有任何粉丝、任何兴趣、任何技能，长得又不帅不美，甚至没钱，更没有任何的想法，也可以做吗？什么都不说了，我花了4个月时间，把我扫地僧40万订阅和品牌变现商业机密都制作在一个2023年全新的培训营里面。你只需要点击这个链接呢，就可以轻松获得我这些年的努力。这个课程我团队定价是300美金，但现在不需要300、200、100，甚至10美金都不用，完全是免费的私下公开。你没有听错，今天就教你这朋友1毛钱都不用。我扫地僧直接带着你摆脱拿命去换钱的轮回，赶快点击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，报名我的培训营啊！那第3件事还是刚才那2个人，还是大熊和胖虎。大熊赚100%，亏50%，胖虎每年稳赚8%。如果一定要投一个人的话，我们会投胖虎。但是不是说大熊没有价值呢？这就牵扯到资产配置。如果大熊是一只股票的话，它就是一只周期性的股票。大家都知道有些行业是有周期性的，那么接下来我讲的非常重要，因为真实的世界不会局限你只投胖虎不能投大熊。真正的投资者他是会懂得分配手上的钱，在最合适的时间点投资不同的东西，把自己的利润弄到最大。大熊还是胖虎，这2个人谁比较好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是这2个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。这大熊或者某些周期性的股票，他们在某些年份、季度显然是会有很高的回报的，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呢？有很多原因，你可以去研究这个原因，但这其实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。你要做的就只是看懂它这周期的规律，什么时候大概率会涨，什么时候大概率会跌，在大概率的时候多投钱，在低概率的时候少投钱。一旦它不涨，掉头下跌，我们就止损。我们看错方向嘛，就认，下一次再来，这样就很轻松的追回来了。具体操作的方法，怎么看图，怎么看趋势，你还是不知道的话，真的等一下一定要去看我以前所有股票教学影片。而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资产配置。记着，当大熊现在在亏钱了，亏的还是比较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反而要多分配一些资金去配置大熊。前提是我之前教大家的，它在长期上升趋势上面，大熊下跌越多，但我们知道它的周期规律，如果要合适的买入点，我们就要配置它。当大熊赚的钱比较多的时候，我们反而要开始注意，慢慢的清仓，卖掉一些，再去配置胖虎。你融会贯通的话，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去年年底大牛市的时候，我反而教大家卖股票，然后今年教大家做空日元、比特币。你能理解大熊和胖虎的话，其实你就懂我的资产配置。其实就这么点事，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大神，带着他们赚很多钱。其实你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呢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思维。当你构建了这个底层的逻辑之后，你做了很多事就不会特别纠结了。但我们知道95%的人都是乌合之众的时候，
我们就会提前一步去思考，绝对不去赚最后一个铜板。我们100块可能只赚70块，但我们保证了利润，其余的30块算是我们的保险。那这样长期来看，我们也会有福利式的富有。我们只需要做到提前离场，提早布局，不是说等到逃生门出现才走，甚至舍不得走，因为这世界未必有逃生门。所以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会告诉你怎么去判断什么时候要买，什么时候要卖一只股票。真的，除了要看我之前趋势4阶段的影片，你一定要懂得看换手率。为什么要看换手率呢？因为我跟其他基金经理的朋友都一致认为，换手率是用来判断一只股票活不活跃最重要的指标，没有之一。尤其对于新手，因为你不需要去算这换手率，你只需要打开证券公司或者一些交易的软件，它就已经帮你算好了。我们去判断一只股票现在是不是处于热点，就看到成交量和换手率。成交量之前有交，而换手率其实是一个大概指标，你在外面无法听到，除非你问操盘的人。记着，职业操盘的人呢，他们把这换手率分成5个等级。你今天学会了，你以后出去也可以装一下。第一级就是这个股票换手率不到2%。如果你在股票软件看到一只股票换手率不到2%，这在专业操盘手看来呢，就叫小换手或者低换手。代表什么？就是这只股票很少有人问津的，没太多人会注意，它能不能升上去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这很难找到有人接盘。换句话讲，这个股票一跌呢就会大跌。如果你喜欢它，你可以去关注它，但你一定要避开现在交易，因为它现在很不活跃，就是要谨慎一点。然后第2个级别就是2%到5%，这叫做活跃的换手率。在这区间的股票呢，用我们的话就是它已经在整理了，一般它是在横向发展，就是没有暴涨也没有暴跌，就好像在蓄力一样，它不是要往上走，就是要往下走了。这不是废话。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，就是在这时候呢，你要高度的关注这只股票。一旦它爆出一个方向，如果它突破了某些明显的压力位，你就可以跟着去买入这只股票，因为庄家已经吸收完了筹码了，他们可以推升股价来操盘割韭菜了。这个整理完了以后呢，如果是涨的，我们跟着去买就 OK 了；如果是跌的，我们就不要碰，看别的股票，或者你可以做空。之后第3个级别就是5%到10%，叫大换手，也叫高换手。就在这个区间呢，行情就要加速往上走了，它就要拼命的往上走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加码，因为这是我们赚钱最快和最多的时候。而如果是往下走的话，它就要拼命的往下走，你也不需要理它，或者你做空。那再来就是第4个级别，超过10%，但低于25%，它是一个区间啊，这叫超级活跃。意味着什么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，这里面短线投机的人特别多，我们就要慢慢的卖出股票，锁定利润。因为这时候太多人玩这个游戏了，这 party 呢很容易就出问题了。庄家已经找到这么多的接盘侠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可以高位的出货了。那这只股票有可能很快就要崩盘的，所以我们就要小心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跟着出货就 OK 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赚钱了吗？你没有必要赚最后一个铜板，对吧？而最后第5个阶段叫超过25%，在专业投资的机构里面呢，这叫做死亡的换手。这规模的换手率呢，基金经理就称之为马上就要挂掉了，因为这说明了非常多的获利者要将这只股票卖出啊，而新进场的人呢都接不动这批货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它崩盘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非常大了，这时候你只能祈祷，能走就是幸运，走不了就是常态。而如果这时候你还进场，这种人在专业操盘手里面呢，就叫做最后一棒，俗称的韭菜。记着，当这个换手率超过了25%，然后你还往里面冲了，恭喜你，你获得了一个称呼叫做韭菜。所以这换手率虽然非常简单啊，但基金经理呢，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也都是看这些简单的指标啊，当然还会结合我其他影片的技巧，融会贯通的去操作。但这个换手率它代表了这市场的情绪，大家要知道，在市场里面你之所以能够成交，是因为大家的认知有分歧嘛，对吧？因为卖的人觉得贵了，买的人觉得便宜了，才能有成交嘛，对吧？股价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就是两个人互相迎面走来，然后互骂一句傻子，这就成交了，对吧？那很多人觉得炒股很复杂，我定投基金可以吗？可以，如果你能够避开我现在要说的这些坑。其实很多人以为定投就是随便找个表现好的基金，然后每个月固定投一笔钱进去就 OK 了。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了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什么叫做表现好的基金？你可能会觉得肯定是收益率最高的那些基金啊，就是那种30%、40%甚至翻一倍、几倍收益率。OK， 以下我说的话可能会得罪某些势力的人，因为这牵扯到他们的利益。但新一年了，我还是决定要说出来，真的一定要为我点赞撑腰。你想过吗？这些基金每年如果都赚这么多钱的话，那么我是一个扫地的，我直接把扫地赚来的钱，把我所有身价投进去，我都比你这帮做律师的有钱啊，对吧？就是很多人误解，基金定投是一个很稳健发财的方式。以前也说了，有些人会去买保险基金，我笑了，原因你自己去看我以前的影片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基金大神也没有说谎，他们的确可以做到每年翻倍甚至几倍。但你在其他地方绝对听不到的是，那些基金定投大神某些程度上是一个加引号的骗局，因为你只是看到了他的收益率。道理很简单，今天如果他只买了10块钱，明天跌了他再买10块钱，后天跌了他又买10块钱，然后大后天涨了，那么他跟你说的就是涨上去的这个收益，因为他后面买的很便宜嘛，他在月底部的位置买了，反弹了，他的收益率就高啊。但是他前面30块钱是闲置的，没有算进去的，所以他到底是算了40块钱的成本，还是只算了10块钱的成本呢？这些所谓的定投大神从来都不会提的。所以这些人投资，他跌了就加仓，跌了又加仓。理论上来说啊，如果他们有无限的资金，他们的浮盈都会非常好看的，因为他们拿的是你的钱去投资，赚不赚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你投钱进去的那一刻，他们已经赚钱了，因为他们赚的是你的基金管理费和手续费。跌了对他们来说没有影响的，而涨了他们还可以抽成更多，能听懂吗？但我去问你，如果你跟着他们投到了后面，他还有子弹，你没有子弹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应该怎么计算收益呢？你自己去思考一下。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你选择投资标的物的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把每个月的薪水定投，甚至每周都拿去定投基金，真的 OK 吗？接下来我说的一定要打起精神，定投基金真的可以财富自由吗？就可以实现资产稳定的配置吗？假设你投资美股大盘 ETF， 你长期下来的回报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真的很不错，但不至于可以财富自由。我听过很多人，他每个月的薪水就只能拿出几百到1000块美金去投资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的生活还要节衣缩食啊，因为交房租就没了一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定投完了叫做复利，是要长期作战的。对啊，等到你老了，你真的有一笔钱让你退休，到处去环游世界，那你想过吗？你在外定存的这个过程里面，你这个人就很不自由。你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财富自由，但你从投资的那一刻就很不自由。之前影片有详细的说过，理财的复利根本就是一个骗局。你认为你在理财，其实你只是选择提前去承受这些痛苦，希望在人生的最后可能不需要为钱烦恼。而这个定投游戏呢，你开始了就不能停了，因为定投玩的是叫做无限资金的游戏，你的子弹一旦不足，你这个游戏就 game over 了。就好像今天我告诉你，喝100年的牛奶你可以长寿，但你真的可以连续喝100年的牛奶吗？很多人有了家庭之后，他的薪水以前还可以拿一点出来投资，但有了小孩，很多的钱根本无法预先去计划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剩下一点，还怎么定投啊？最重要的是，定投就是去教你成为我们的接盘侠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08年、11年、15年、18年、20年，还有前一年，美股大盘可以几个月大跌20-30%以上，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庄家、大户和操盘手我们出货的时候。刚才说了，如果你投了100万进去，跌了30%，你要追40%才能追回来的。下跌的时候只需要几个月、1个月甚至几天，就可以让你的身家蒸发大部分。但你要用定投大盘的形式追回来，却可能要1年、2年甚至3-4年，而且你要有无限的资金。
这时候大部分的散户心态就会爆炸。别说散户了，我自己如果这么玩的话，我也会炸的。我100万没了70万，我还要继续投钱进去接盘，还要等几年才能回本。那你能够坚持下去吗？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，你长期来说也是赚钱的。但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选择这种玩法。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，你玩定投之所以能够赚钱，本质上并不是定投这方法很牛啊。我告诉你，定投的主要收益呢，也都只是来自于几波主要的拉升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能抓住几波快速拉升的行情，然后逃离股市的崩盘，那么就算你不玩你以为很高风险的杠杆，至少几年后买个车买了房也不是什么问题的。很多人说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大势，所以才选择这种懒人的定投法啊。不知道就去学啊，刚才不就是告诉你利用换手率简单的去判断吗？我其他影片的技术分析不就是告诉你怎么去区别牛市和熊市吗？我要重新一点，我们的玩法不是说在最低点的时候去抄底买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底。就算我们今天告诉我们有99%的把握现在抄底就是底部，我们的玩法呢也不会去抄底，因为我们要的是安全。我们不需要在10块钱的时候买入，因为就算在20块、30块甚至50块、60块的时候才买入，但我们已经确定它是大牛市，整个大盘已经处于长期上升趋势的时候，我们随便买它也会涨到100块。我们不能赚到最多，但我们的利润绝对可以跑赢大盘几倍甚至几百倍。因为当你操作成熟了，我们还会使用杠杆。我们要的不是抄底，而是捕捉到大牛市的前期和中期。我们更不可能说去接盘，越跌越买，越亏越多，这种就叫投机，赚到了就跑。我自己在股市里面只会选择投机，因为赚钱是最快和最多的，而且这种游击战反而是最安全的，因为股票市场的波幅太大了，它1个月就可以毁掉你的财富。但它有一个优点，就是灵活，我们就需要利用它灵活的优点，赚到钱就跑。我永远不会用定投的方式去玩股票，但我自己做生意投机，所有赚到的钱呢，都会定投去房地产市场。我规定自己每一年都会在大城市买1、2套房子，自己不能买了，就用家人的名义去买，因为买房才是最好的创业。我把房子租出去，抵押借钱，再用财技去变出更多的房子。而这些带给我的被动收入呢，其实已经足够养活我们家族几代人了。详细我把所有买房的技巧都免费总结在其他影片了，所以这些话可能跟主流的媒体不同，我甚至得罪那些人。但你自己可以判断，告诉你最保守去赚钱的人呢，往往都是不想对你负责任的人，也是没有结果的人。比如说你的老师教你好好读书，将来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但有多少人真的好好读书也得不到成绩，得到了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呢？找到了好的工作也赚不到什么钱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们老板1个月花钱在1辆车还有1条小狗身上的钱呢，可能都比大部分人的薪水高啊。不是想要得罪你，而是想要真心帮助各位兄弟姐妹意识到，赚钱真的不是靠努力和坚持的，而是靠趋势和脑子的。你的脑子不能接受这些富人的思维，那你就不会有富人的行动，那么你也不会有富人的结果。而当你有了富人的思维，你就会看到一样东西，叫做趋势，是趋势让你变穷或者变富的。当年第一批下海创业的人赚钱了，第一批买房的人赚钱了，第一批做电商的人赚钱了。那现在是什么样的天下？自媒体啊，为什么很多的素人也可以在网上卖那些 NFT， 卖的这么贵，还能卖出去那么多呢？自媒体啊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生意，甚至有一些艺人在演艺圈兢兢业业，到头来他们再拍影片放到网上，赚到的钱比他们以前所赚到的钱的总和还要多呢？比如说刘畊宏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抓住了自媒体这个趋势，粉丝将会是你最大的资产和财富。而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真正有结果的互联网老板带着你，有一个创业系统和方法，让你科学化的去复制，你不需要有任何做营销、创业、变现产品的经验，也不需要懂得 SEO、剪辑、设计、写文案背后复杂的原理，你只需要听话，照着去死磕，你都可以跟我其他弟子一样，去建立一个让顾客追着你跑的自动化赚钱品牌。我会把创业所有的心法
还有一些方法，包括怎么引流、SEO， 把流量变成钱的等等，完全在这商学院里面告诉你，永久的带着你去创业。而在提升你创业素质方面，你现在加入的话，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。你可以不需要再看书了，你直接就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，去听我不定期更新关于地黄术而销售的财富自由课程。另外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同学精英群组，大家都会在里面分享各行各业赚钱的第一手资讯的资源，他们可能会成为你的合伙人，甚至是灵魂伴侣。那么好消息是，现在加入的话，还会有一个前期非常大的优惠。而坏消息是，这优惠快要被我团队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不断涨价。所以什么都不说了，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，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。所以你试一试嘛，万一成功了呢？你不要再错过这时代了。那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，你还不知道自媒体怎么赚钱，还有具体操作思路，你一定要先报名我第一条连接的2023年最新的培训营。各位，2022年如果你认为自己过得怎么样，答应我，忘了它。2023年让我带着你，让我成为你的同路人，一起在创业、投资、投机等等的这些道路上面一起赚钱。祝各位2023财源滚滚，身体健康。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